波霸老妈带着孩子上街，遇到了无语事儿。一个男人居然把孩子一脚踹飞，穿上婴儿服跑过来，假装大龄儿童。老妈看着男人扒下自己的背心儿，结果里面伸出了一只机械臂，直接把男人的脖子给抓住了。另一边胸上还是个显示屏，老妈直接炸了，从里面钻出了一个机器人，她一把把男人甩了出去，却不小心撞飞了正在给孩子们表演的小丑身上。眼看孩子们就要哇哇大哭，她只有把手上的男人充满气当做气球扭成小狗。孩子们见状都笑了，小玉也就顺势回到了快乐老家超级监狱。今天的超级监狱又有新活动了，狱长搞了个必须参加的超级监狱达人秀。爱丽丝的节目就是驯狮钻火圈，这个老哥屁股太翘，一个不小心把舞台给烧了一大半。御医的表演更是猎奇，全都是用残肢组成的奇怪乐器表演。表演完，小玉就得收拾残局，御医甚至还兼职主持人。随着他的播报，加里德的魔术秀也开始了。加里德的魔术表演让大家直接兴奋了起来，全场欢呼不断。最后是狱长的压轴表演，狱长和他的特殊小伙伴，看样子应该是个木偶秀。狱长就是有特权，瞎起哄的家伙全都被就地正法。然而狱长的表演真的令人大失所望，所有人都朝他丢番茄。表演结束后，狱长想让加里德教教自己怎么变魔术，但是加里德告诉他，魔术是要自己去学习和努力的。沃顿没那个耐心，加里德也就转头准备离开。沃顿一把抱住了他，低声下气地求加里德教教自己，自己也想像他那样受欢迎。加里德只有告诉他，魔术才不是为了出风头来，魔术是一种艺术，得靠自己练习，还要努力和自律的艺术。说完就被粉丝簇拥着扬长而去。沃顿可没那么多时间去耐心努力和练习，但是现在他就和加里德杠上了。苦心钻研的狱长在图书馆找到了一本奇妙的书籍，根据书里的内容，他将人偶放在了法阵之间，割掉了自己的头发，放在了帽子里。随着人偶吐出的紫色液体，人偶真的活了过来。第二次表演时，囚犯们看到狱长又拿着这个小破人偶上台，真想一头撞死。结果人偶的精准吐槽和沃顿无下限的配合，惹来了囚犯的捧腹大笑。就这样，沃顿收获了一大票的粉丝，人偶还指名点姓要加里德做自己的经纪人。但随着人气的上涨，新的危机也出现了。皮迪决定炒了沃顿，自己单飞。沃顿有些尴尬，决定权来到了加里德手中。被金钱冲昏了头脑的加里德最终选择了皮迪。在被拖出去前，沃顿警告加里德，你会后悔的。皮迪就是个背后捅刀的木头小人。沃顿被丢出去后，皮迪让加里德制定好时光巡游的计划。闻言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欢呼起来。果然如狱长所说，这个皮迪就不是好人。计划一制定好，他就一脚踹了加里德，不准他参加好时光演出。这个木偶被献祭以后，居然会说话了。他不仅可以公然侮辱监狱长，甚至收获了一大票的囚犯粉丝。然而赚到钱后，他就把狱长和经纪人给一脚踹了。结果这个木偶里面另有乾坤。加里德走到了办公室，和沃顿坐在一起，希望能得到沃顿的原谅。沃顿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，他原谅了加里德。加里德询问沃顿，他是如何做到一夜之间演技飙升的。沃顿把之前那本书拿给了他，加里德翻看一看，怎么这书里通篇都写着胡说八道4个字啊？要不是狱长的腹语，那么皮迪为什么能说话？加里德冷静地思考了一下，终于发现了盲点。从开始就存在的那个男人咖喱和他的小鸟，加里德是聪明的，他猜对了。所谓的好时光巡演不过是个幌子。现在咖喱借着机器人的力量，准备带着大家越狱。加里德心里有了主意，他转头和沃顿达成了共识，握手成为伙伴。两人华丽登场后，用荆棘困住了机器人，接着又用肠子将机器人的手拴了起来。一阵混乱的魔术表演后，加里德和沃顿阻止了咖喱的越狱，还收获了一大票的粉丝。关于咖喱，他曾经是个话痨，但被以前的狱长给拔掉了舌头，但实际上跟他说话的是狱长手中的声带。众人将罐子里的声带给丢了出去，垃圾桶里路过的老鼠正巧吃了进去，于是这个老鼠继承了咖喱的声带，跑到了下水道，讲起了脱口秀。平静的一天，加里德和夏瑞斯正在进行着 QQ 爱视频通话，警报忽然响起。加里德一看，上面显示着6毛假释通过，这可是超级监狱史上第
第一例假释，加里德向沃顿解释说，六毛这个持枪抢劫的瘾君子即将以自由人的身份离开了，每个囚犯都会迎来这一天的。沃顿表示，你当我傻呀？但是离开这个字眼还是让他难过，这里可是六毛的家呀。加里德告诉他，现在已经不是了，除非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闹出乱子。沃顿不敢想象监狱里的囚犯全被假释以后空空如也的样子，为此沃顿有一个大胆的计划。此时的六毛穿上了自己的绿色羊裙，准备和二胡角色扮演，然而两人却因为台词的原因吵了起来。爱丽丝赶紧过来劝架，将假释通知单拿给了六毛。六毛惊呆了，二胡一脸懵逼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么激动？爱丽丝告诉他，你的另一半是自由人了，去收拾东西吧，小妞。二胡不敢相信自己的爱人居然要拍屁股走人，六毛倒是逻辑清晰，我进监狱可不就盼着刑满释放吗？二胡一听，告诉他，你要是走了，我们就一刀两断。爱丽丝看不下去了，你俩就不能在最后的时间里重归于好，互相吻别吗？可这次两人铁了心，绝不和好。管道里正在偷听的狱长也表示，就算囚犯再怎么洗心革面，也休想离开我半步，就是现在。说完，小玉就丢了一把手枪下去，谁知磕到了六毛的头，被他一下打到了马桶里。沃顿这下是真的生气了，准备动真格。洗澡时，其他囚犯都羡慕地围在六毛身边，问他出去以后第一件事想干什么。六毛说自己要裹在绸缎大褂里喝热可可，然后把自己最爱的吸血鬼小说一字不差的全部读完，接着睡醒以后带着自己的拉布拉多横穿薰衣草大草原，吃一口法棍，然后来一口84年的白苏维浓酒。可惜六毛刚说完就被小玉一麻袋给掳走了。这个全是违禁品的奇幻世界竟然是监狱长亲自设计的，而目的只是为了让一个曾经的瘾君子再次染上毒瘾。为什么监狱长要这么做呢？原因竟然是他不想让这个囚犯假释，等他逃出奇幻世界以后，狱长立马就跑来做尿检，然而尿检结果显示这个囚犯根本没有吸毒，狱长反倒是大失所望。另一头的二胡生气地撕下了两人的亲密照，转头就遇到了自己的新室友查理，他一点儿也不喜欢查理，但好巧不巧，这时候六毛回来了，他一咬牙，干脆假装和查理好上了，故意当着六毛的面亲密接触。六毛鸟都不鸟他一下，还把他以前送的礼物全部丢了出来，一把刀不偏不倚地插到了二胡的肩膀上。沃顿也有了新主意，他要来检查违禁品，那把刀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抽出来直接断言这是六毛的刀，本想借此不准六毛离开，结果加里德来了句，咱们不用判定，因为有第三方见证人。查理看着一群人神态各异的表情，最终还是指着二胡说刀是他的，气得沃顿指着二胡鼻子骂了一顿，将他关到了单独监禁室里。假释的时间到了，加里德牵着六毛的手离开了。沃顿见状眼泪都下来了。这边领取完所有东西的六毛终于要恢复自由人身份了。爱丽丝打开了门，所有的囚犯们都高举着牌子为他欢呼着。办公室里的沃顿看到后难过的掀翻了桌子。六毛最终和大家道别后走出了大门，出了门他就愣住了，外面一片荒芜，凉风带着二胡的哭声吹进了他的耳中。六毛告诉塔顶的二胡自己还是爱他，于是转头敲开了监狱大门。看到六毛回来，沃顿瞬间笑了，扯下蝴蝶结当做竹蜻蜓飞了出去，甚至放起了烟花庆祝。六毛已经冲到了塔底，但是爱丽丝挡在了他面前。一阵打斗后，爱丽丝被一刀刺中，不敌对方，最终只有放行。所有的囚犯都跟着六毛的脚步跑了起来。进了塔里的第一层，有些囚犯就被金银所吸引，斩断了手脚。六毛掉了下去，一只巨大的龙窜了上来。六毛骑着龙来到了关押二胡的房间，踹开门后，这对家人又抱在了一起。虽然两人立刻被机器人围住了，但是爱情的力量足以打败一切。外面一片混乱，加里德被沃顿一把抓了起来。六毛的归来让他觉得可惜。沃顿认为六毛在这里接受了美德的洗礼和熏陶，他已经洗心革面了，甚至成为了大家的楷模，这也配得上所谓的假释。现在可以把他送往世界，让其他人感受一下超级监狱的改造之风。加里德愣了，六毛新犯下的罪已经够他在超级监狱再服刑50年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沃顿心想，这不正合我意吗？